第8课，悲伤与失落的处理。有人说，悲伤像是一条蜿蜒的河流，虽然曲折难行，但它最终会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海洋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落与悲伤，他们或许来自失去亲人、爱情破裂、工作挫败，甚至是一些看似平常的改变。这堂课将帮助我们了解悲伤的本质，学习如何与它共存，并从中找到新的意义。1、悲伤的阶段与常见反应。悲伤的5个阶段。心理学家伊丽莎白·库珀勒罗斯提出了著名的悲伤5阶段理论。否认，不相信失落是真实的，例如，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。愤怒，对自己、他人或命运的不满，例如，为什么是我？讨价还价，希望通过某种行动改变结果，例如，如果我再努力一些，是否能挽回？沮丧，情绪低落，可能伴随无助感，例如，一切都没意义了。接纳，接受事实，并开始向前看，例如，虽然痛苦，但我可以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。这些阶段并非线性发展，每个人也可能反复经历某些阶段，但最终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走出悲伤。2、常见反应。悲伤不仅是情绪，也会带来多方面的反应。生理方面会疲倦、失眠、食欲不振；情绪方面会哀伤、焦虑、内疚；行为方面会退缩，不愿与人接触；认知方面会专注力下降，对未来感到迷茫。2、接纳与调整。与悲伤共存的方法。1、接纳悲伤，允许自己感受情绪。悲伤是一种正常且健康的情绪反应，试图压抑只会让痛苦延长。接纳悲伤就是允许自己哭泣、回忆，并不为此感到羞愧。淑美是一位热爱动物的年轻人，他养了10年的狗狗多多因病去世。那段时间，淑美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坚强，甚至在朋友面前假装一切如常。然而，压抑的情绪让他变得烦躁易怒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多多的照片前忍不住哭了起来。那一刻，他感到一种释放，开始接受失去多多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2、调整悲伤，建立新的生活习惯。悲伤可能打乱我们的日常节奏，但建立新的习惯能帮助我们逐渐找回平衡。固定的作息，避免因悲伤导致生活混乱。健康的活动，运动、绘画、散步等能舒缓情绪。与人连结，寻找倾诉的对象或参加支持小组。3、重建意义感，从失落中成长。1、重新定义失落。悲伤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它。失落可能带来教训、成长，甚至是生命中的新启示。例如，失去一份工作，可能成为追求梦想的起点。爱情的破裂，可能让我们学会更珍惜自己。2、找到新的目标与热情。
写下新的梦想，将注意力转向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，参与有意义的活动，例如志愿服务，将痛苦转化为助人的力量。天志是一名餐厅老板，疫情期间他的餐厅倒闭，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他花了几个月沉浸在自责和痛苦中，觉得自己辜负了家人的期望。有一天，他偶然参加了一场社区活动，看到许多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。那天起，他开始试着接受失败，并用自己的厨艺参加慈善餐点活动，最终找到新的方向，开了一间非盈利的社区餐厅。4. 实作练习。1. 悲伤日记，每天花10分钟写下当天的情绪与感受，特别是让你感到悲伤的事情。写下你对这些情绪的想法，并试着用接纳的语气与自己对话。例如，今天我感到失落，因为又想起了过去的关系，但这是正常的，我允许自己怀念。2. 意义重建清单，列出这次失落经验中你学到的3件事，例如，我学会更珍惜陪伴。写下3个未来希望实现的目标，例如，我想成为一名更懂得表达感情的人。3. 怀念的仪式，如果你因为失去某人而悲伤，可以举行一个小仪式来怀念他们，例如写一封信，种下一棵树，或创造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作品。5. 生活故事，悲伤与重生。仁川是一名热爱摄影的年轻人，但一场意外夺走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军舰。仁川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深陷悲伤，无法拿起相机。他开始远离朋友，觉得任何快乐的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有一天，他无意间翻出了他与军舰一起拍摄的一组照片，每一张都充满了欢笑与回忆。仁川忍不住哭了，但这次的眼泪似乎带来了某种力量。他决定用摄影来纪念军舰，开展了一个以生命的美好为主题的摄影展。这场展览不仅成为仁川疗愈自己的过程，也感动了许多面对失落的人。仁川说，悲伤永远不会消失，但我学会与它共舞，它也让我变得更坚韧、更温柔。结语，悲伤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它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真实与生命的深度。与悲伤共处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接纳情绪，调整生活，重建意义感，找到一条通往平和与成长的路。希望这堂课让我们明白，悲伤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段学习与成长的旅程。